嗯。现在这只鸡喂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扛了一包稻谷给它们吃，然后差不多一天喂2餐吧，早上一餐，然后下午一餐。早上的时候喂的少一点，早上喂1包，因为不能喂的太饱，早上喂的太饱的话，它们吃饱了都趴在这个树底下面乘凉睡觉，很少出来活动。然后没喂饱的话，它们偶尔会去山里面或者在这个周边找一些虫子吃。它们吃的最多的就是小青蛙。我这边差不多看不到那种很小很小的青蛙了，都被这些鸡给吃掉了。最近收到了好多人的私信，好多人说自己在外面打工打了好多年了，然后现在不想打工，想回家搞养殖，然后问我养鸡挣不挣钱。其实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，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。我搞生态养殖差不多2年了，其实这2年真的没有为我带来多少收益，顶多就是养活了我自己。然后我家人那边我不用操心，因为我老婆她有工作。我那2个小孩的开支几乎都是我老婆在维持，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我，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这句话来形容我自己，真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要想搞生态养殖的话，要考虑清楚您的销路，是吧？销路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生态养殖这一块，它养的时间比较长，成本比较高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销路。如果你养出来的东西只局限在你本地农村销售的话，那肯定挣不到钱。农民种出来的东西、养出来的东西，一定要走出农村，一定要去大城市。如果我们养的东西进不了大城市的话，那挣不到钱，真的是挣不到钱。特别是生态养殖这一块，如果你是养幼鸡、幼鸭、幼猪的话，那不用考虑，是吧？每天定时定点投喂饲料，然后管理方面加强一点。一切都跟着市场走，你把这个鸡鸭鹅猪养大了，然后有人过来收，是吧？这个价格嘛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按照市场价格，市场上是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咱们没有谈的余地，是赚是亏，全凭天意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搞生态养殖那就不一样了，养的时间长，成本高，所以这个价格都是由我们养殖户来定，所以销路是最重要的。好的农产品一定要走出农村，一定要去城里面。如果好的农产品一直局限在这个农村，肯定是挣不到钱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想回家搞养殖的话，你要想清楚，特别是成了家的人，你更要想清楚了，因为有压力，是吧？然后我这边的销路还没有完全打开，然后养殖的成活率也比较低，因为我养在这个大山里面，有好多动物会吃这个鸡，所以造成了这个养殖成活率大大降低了。这个鸡吃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后现在下去，那个大鱼塘看一下就可以了。